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的受谎到底讲述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？受谎这次的剧情设定真的属于光看简介就已经让人上头的程度，尤其是诚意饰演的林燕婷，这个人物几乎把港风悬疑感几个字直接拉满了。故事的起点其实就带着很强的宿命感。5年前，林燕婷的父亲在一场听证会上牺牲，可最后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真相，反而被认定为失职。而真正的幕后黑手 DR 却始终隐藏在黑暗里，像幽灵一样逍遥法外。对于林燕婷来说，这5年并不是简单的时间流逝，而更像是一场漫长的痛苦。她背着父亲的冤案活着，也背着为什么真相没人相信的执念活着。所以5年后，她成了心理学家。这个身份其实特别妙，因为心理学家本身就是一个研究人心的职业，而受谎的核心恰恰又和谎言有关。林燕婷需要透过别人的表情、语言和心理防线，一点一点逼近真相。而就在这时候，那个神秘的 DR 再次出现，对方留下了一张金色请柬，像一场带着挑衅意味的邀请函，也像一个故意设下的陷阱。于是林燕婷以警局顾问的身份进入案件调查，并和刑警李白朗开始合作。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这里，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双男主联手破案那么简单，因为2个人本身都是带着伤的人。林燕婷外表冷静克制，但内心一直困在父亲死亡的阴影里，而李白朗身上同样背负着自己的过去与执念，所以他们一开始并不是完全信任彼此的关系，有防备，有试探，也有理念冲突。但随着案件不断推进，他们开始发现，眼前看到的真相可能只是别人故意放出来的一部分。每一个案件背后都像藏着更大的秘密，而 DR 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仅是在犯罪，更像是在操控人性。他把所有人都拉进一个巨大的心理棋局里，让每个人都成为棋子。这种暗中暗、局中局的设定真的特别容易让人上头，因为你会发现受谎可能不只是普通悬疑剧，它更像是一场关于真相、人性和复仇的心理博弈。尤其当剧情发展到后面，林燕婷和李白朗终于一步步接近 DR 时，却发现他们以为自己在追查真相，实际上也可能只是别人复仇计划中的一环。这种感觉就很港风，你以为自己在破局，结果其实早就在局里。而且林燕婷这个角色真的和程毅以前的角色反差特别大。过去很多人对程毅的印象更多还是古装里的隐忍、温柔、白月光感，无论是深情还是破碎，他都偏向克制型。可这次的林燕婷明显更复杂，她依旧冷静、温柔，但那种温柔底下藏着偏执和危险感。她不是传统意义上阳光正义的角色，而是一个长期被痛苦侵蚀的人。她会怀疑，会执念，会因为父亲的死不断逼迫自己接近真相。这种角色其实特别考验演员，因为一旦演得太狠，就容易失去层次。可如果情绪压得不够，又撑不起角色那种长期活在阴影里的状态。但偏偏程毅最擅长的就是演这种情绪藏在安静下面的人物。他很多时候不需要特别激烈的表演，只靠眼神和呼吸变化就能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痛感。所以很多人一看到林燕婷的人设，就已经开始提前代入了。尤其是冷静又偏执、温柔又破碎这几个关键词，真的像为程毅量身定做的一样。而且这次还是港风悬疑题材，西装、心理博弈、暗黑复仇、金色请柬、隐藏多年的真凶，这些元素叠在一起，本来就自带氛围感。
再加上程毅本身那种很适合危险感角色的气质，真的很难不让人期待。最夸张的是，现在剧都还没正式进组，平台预约居然已经开得飞快，这也说明平台对受谎的期待值确实很高。毕竟程毅这几年在剧集市场的号召力已经非常明显，只要是他的项目，观众天然就会有关注度。尤其这次终于不是传统古偶路线，而是港风犯罪悬疑，这种类型一旦拍好，其实特别容易出圈。所以现在很多国已经完全进入等剧模式了，大家一边疯狂研究剧情，一边已经开始幻想林燕婷穿西装查案，低声分析嫌疑人心理，在谎言和真相之间一步步失控的样子。至于拍一集播一集这种愿望，只能说全网现在大概都和你是同一个想法。